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。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，也就是这个月的倒数第2个交易日，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，本月就结束了。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，到12点，30分钟。请大家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大家可以提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，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。已经有朋友进入直播间了，有一个叫 Game Meta 朋友你好，还有秦朋友，他们已经有提问了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赶紧不浪费时间看一下现在这个盘面。昨天英伟达的财报也出来了。那么，现在目前英伟达是小跌1%，对吧？财报其实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展望。看一下英伟达这个财报比预期的都强 ，earning 还有这个 revenue， 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展望可能稍微的比这个预期的能够，就是3季度的展望吧，或者说后半年展望可能稍微小一点，但是其实没什么动，没怎么动，对吧？它的1%的波动，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波动？虽然说昨天盘后可能跌了，最开始可能跌了5%左右，但是那点波动都不算什么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去赌单边的话，就会很难受。如果说你赌不对的话，那么大盘的话，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本周啊是对美国的交易者来说是一个长周末。因为他们周五或者说在美国的朋友，这个是下周一是是这个假期 Labor Day， 那么他们是长周末，但是呢，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PCE 数据，那么就造成了周五的交易会非常的活跃，那么那个波动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。明天盘前8点半有 PCE 数据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跟这个通胀，因为虽然说9月份。降25个基点基本上是共识了，但是如果说 PCE 数据，还有之后的非农数据，还有 CPI 数据，这3个非常重要的数据，都会给市场带来很多的一个波动。那么指数的话，现在看一下标普，因为其实昨天已经出新高了，昨天的最高点6487已经突破了8月15号这个高点，也就是说昨天的这个高点让这个顶分型。日线的顶分型、周线的顶分型、月线的顶分型都继续上涨，也就是说现在在大周期上，也就是日线以上没有顶分型，没有顶分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，你要么是就是任何周期上想要转折，必须要首先出现顶分型，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，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，对吧？那么没有顶分型的时候。你如果说，这个就去做空的，或者说要去大仓位的减仓，你没有交易依据，对吧？所以说在没有顶分型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持有，或者说你找到小周期上，它的小周期内部有点饱满了，那么我现在减仓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但是在大周期上是没有出场、没有减仓或者做空的任何交易依据。那么在日线上这个结构再复习一下，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，然后开始离开。现在就这个小 B 段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呢，这是模型，对吧？这是大 A、大 B， 这是起涨点 A0， 小 A、小 B、C。现在这个 B 段你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呢，所以说，现在这个节奏典型的牛市节奏。快跌慢涨，快跌慢涨，这种对那种没有耐心的人是一种煎熬，对吧？天天想着暴跌的人也是煎熬。所以说，对长期持有的人或者长期持股，做好你的基本面分析，你的这个从3个维度选股，我们一直说的是强调3个维度，一定是3个维度选择股票。那么这种人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。所以说，现在你等待的，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，在这个小 B 段的内部结构已经挺饱满了，这里要防止它，要给你一笔回落，日线上给一笔回落的话，
这个如果说想避开的话，那你就要去小周期上用小周期的这个结构做一做短差，对吧？然后等待这笔回来，不回来也没有关系，我有底仓，我又不是全仓进出，所以说回不回来都是市场的选择，我只需要跟踪就好了。因为它这段的内部饱满了，相对的饱满了，可以下跌，所以我要减，但是也可以继续慢慢往上爬，所以我要留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有两手准备，要保证它慢慢往上爬升的时候你有仓位，二呢，在它结构相对饱满的时候你要进行减仓动作。所以说一定是这个不矛盾的，晓得吧？这是不矛盾的，一定是拿你的仓位来应对，而不是说我光看不动。一旦出现了这种结构的时候，你就要需要去应对。这就是现在指数看它这里什么时候这个有大幅的下杀的时候，或者说比较有力度的回撤一笔的时候，再看它跟这个中枢的位置是到0.382、0.5、0.618呀，对吧？都是300，到了这些位置之后都是300。回头我们再看。好的，我们利用5分钟时间简单说一下指数。现在来看大家的问题。先看这个有这个叫 Game Meta 朋友先问了一个叫 Snowflake 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也出的财报吧？我们看一下，8月27号，这个昨天也是盘后出的财报，比预期的也要好。它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。Snowflake 的话，之前好像是巴菲特的公司有持有这个 Snowflake 的这个股票，后来不知道在哪儿卖掉了，还是说现在还继续持有，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对吧？那么他买的位置可能在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区间吧。后来我记得印象中有一个新闻说他是卖掉了一些，或者说也有可能是全卖掉了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现在看它的结构，从这个最高点，这是429，跌到这个107，就做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构，技术段一次反弹，两次反弹下来，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盘整下，看到没有？按照我们模型的话，就是有技术段两次反弹下来，就这么一个结构。但是它这个周期特别大，用了一个月线的大周期的一个这个结构下来，所以说呀，任何的周期我都可以套用我的这个模型。你只要把这个模型熟悉的话，在任何周期上都能套用。只不过这个周期越大，你可能这个跨度时间越大，然后你可能仓位就不一样，这是需要自己去学习多大的周期配多大仓位。那么现在从这个429一直跌到了107，这个结构是现在暂定它结束，对吧？因为它也是可以回到了这个月线中枢里面再继续下来也可以，所以我们只能说107这个位置暂定是这个一个阶段性的低点。以这个为你的出发点，以107作为你的防守位，你只要不跌破107，我的大的周期我都不看空。这就是因为前面的几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嘛。那么我现在就看这一笔，看它怎么演变，怎么演化，是能够3段成一个走势类型，还是说要回来做中枢，甚至是做2个中枢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就去跟踪嘛。所以现在是走的这个之后潜在的走势类型的这个进入段，现在就是还在进入段阶段，先看这段做进入段。那么看一下它的内部，周线上，我把这个结构给它补一下。之前是大体上是之前忘了谁问过这个，我们之前是简单分析过它一下。那么这个结构这里周线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枢。我这个图形的周期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那个什么，但是不影响我们来分析。那么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，然后呢，这里这个回落呀，其实是用递归的方式是能够递归出来一笔的，但是呢，就不是从高低点递归的。一般我们做划分的时候都是从高低点划分，但是它如果说画到这个位置，那么回落这一笔画到这个位置，那它是有3笔的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是能画出来3笔。为什么这么画的原因就是要体现出来这个300来，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中枢的，在后面没有出现后面这段的时候，这个中枢是存在的，它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，来回测这个中枢，对吧？这个中枢的上沿186，那么这个最低点188，
回测的非常精准，就差将近1块多钱没回来，那么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回撤，所以这个的3买或者说强3买，这个如果说能够发现它的话，在这个位置进场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3买一般，因为禅师是建议小散户多做3买和3卖，因为出现和3买和3卖之后，它就是一个，因为我们知道出现3买或者说出现3卖之后，它是要么是走势继续向上生长，在上面再生成中枢，或者说在这里生成中枢，出现一个中枢的一个扩张，对吧？这是出现3买和3卖之后的2种情况，所以禅师是建议散户多做3买和3卖，因为3买和3卖之后就是一个单边的一个行情。那么再看这个出现3买之后的这段，从这个起涨点188之后，这里有一个小中枢，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上。那么在1小时上，这有很多 K 线在这里横着，肯定有一个中枢，然后一个离开，对吧？现在这个小中枢现在离开段，现在走的是离开段。那么你要想现在肯定是没有的话，你就不要追；有的话也可以继续持有。你需要它的小周期上再出现来这么同样的2堆 K 线的时候，才可能结束这段，对吧？现在在小周期上的这个小 B 段还没结束呢，所以说有的话就可以继续持有。那么就看它整个的这波生长，也就是说从下面这个107这个生长，且往上走呢，对吧？这现在这个离开的内部还没有结束，所以说就持续跟踪它就好了。可能是基本面出现了变化，那么它后期的话，如果说你是比较了解这个行业的话，是值得跟踪的这种票。好的，那么就简单说一下这个 Snowflake，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秦朋友问，Circle， 就是出稳定币的这个发行商，但是呢，它结构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，我们看一下，在8月26号这天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，然后呢，后2天之后又出现了底分型了。它的现在的结构其实是不复杂的，从这个最上面来也是有这么一个结构，然后有进入段，跟刚才那个 Snowflake 的月线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发现没有？都是这么一个图形。然后你要是说看它的大周期，先看一下周线的话，如果说想测一下它的回落的话，因为它的这个 IPO 的价格应该是31，如果说你用 IPO 的价格测回落的话，应该刚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，我们测一下。如果说你把这个测到31，你看这个因为这个31在紧下面呢，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它这波回落的话，刚好是回落到了0.618附近，刚好是挂到了0.618附近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潜在的这个支撑的位置，或者说到了十字路口了，我们要看一看了，这个十字路口能不能够止跌，出现反转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看它内部的结构，那么内部结构也是相对比较饱满啦，有进入段，然后有中枢，然后有离开，然后最近2天又出现了底分型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看它的这笔反弹了，这笔反弹的力度，只要不能够124.16这个点位，现在短期是不能够被跌破的，因为这里需要，如果说不跌破它的话，就会生长出一笔来，那么你要关注它的反弹的位置。如果说潜在的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，潜在的红绿灯的位置，到了这些位置都回不去，3卖，对吧？那还可以再下来，所以说还可以出现一个盘整背驰，甚至是出现5段才可能结束。所以说这个位置现在你要想博这笔反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利用小周期做一下它的这笔反弹，看它能到哪些位置，然后慢慢跟踪它。如果说最强势的，当然就拉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甚至击穿这个中枢，然后左反向也可以，但是需要在小周期上看到力度，需要看到力度。那么现在这只有3根 K 线，那可以去它的更小周期上，1小时上，甚至是去5分钟上、15分钟上是有结构的。15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，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15分钟中枢，也就是从它这个起涨点124.16， 124.16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
现在目前的最低点。那么15分钟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，对吧？今天是尝试走离开，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。哎，刚好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，1.68，这是突破了等比例了，说明这段现在跟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没被持，但是呢，它内部走的稍微有点纠结。你看这里有很多 K 线在这里超过3根，在这里横排并排，对吧？我说过，超过3根的话，说明它的小周期上是有中枢的，说明这个小周期上现在走的不够凌厉。我们什么叫凌厉的结构？就是简单，就单边浪形模式往上走。它这种走的明显是带了2个小中枢了，是这种结构走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段有可能要结束了。那么你需要等待的是这笔给你一笔回撤，就15分钟上可以等这个一笔回撤，等一笔回撤之后回不来，还是15分钟的3买，然后继续看是不是出现盘整背驰，不出现盘整背驰，那继续走5，出现盘整背驰回来继续做中枢，2个中枢，哎，可以再打一个高点，然后才可能结束这个12624。那么这个的结束就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日线上那个3脉了，那就可能走反向了。所以说结构是慢慢生长出来的，你所做的就是跟踪它，先看有没有饱满度，小周期上有没有饱满度，有饱满度了，先减一减，等待一笔回落。哎呀，这个还能往上涨一涨，那说明它这个饱满度可以继续，不是说2个小中枢之后就100%要结束，只是一个大概率，这只是禅师总结出来的一个大概率的一种情况，对吧？那么它在你去外汇上，或者说那个像一些这个期货市场的话，它的延续性比较好的时候，它可以生长出无数个小中枢来，但是在股票里面，2个小中枢就结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这个是没有100%的一个对应性，只是一个经验性的一个总结。所以针对这个的话，就15分钟上等待它这个回落。如果说最差的就是拉回来就继续做中枢震荡，但是更差的就是直接打掉这个124.16，那就日线那个底分型又被破坏了。所以说呀，就先关注15分钟跟踪这个中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丽丽朋友问，看一下 UPST。手上有还可以继续持有吗？我们看一下，看目前应该这个结构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之前分析过，这个票也是盘子不大，但是呢，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叫苏算朋友是以前经常问这个，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可以继续持有吗？那么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些变化，那么它周线上那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前面这个中枢出现了3买之后，然后又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，这是一个新的变化。那么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大周期上的一个震荡，就是说从前面这个11.93这里到96.43是一个走势类型，这是有一个中枢带3买，然后又有个高点，然后这笔回拉直接回到中枢里面来，就破坏了这个3买，对吧？说明它是大周期的一个震荡。也就是说，它在做大周期的震荡。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以31.4这里作为一个起涨点，它这个结构有没有完成？就2个方向你都要看，要么是没有完成，继续往上生长，再次突破87.3，要么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，因为它这笔回落还不够，它这里是有过回落的，但是只有4根，不够一笔，它完全是小周期上可以再弹一次，然后再跌来。那么就会延续出来这一笔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看它小周期这笔反弹，我们看一下60.54的这波上涨。那么现在在日线上，它这里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。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，我们把前面这里的这笔延长线给它延长过来。那么它的日线上走的是这样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也就是日线上这个结构走了5段，走了5笔。从这个31.4这个起涨点，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31.4的这个右侧，它所有的这些结构，现在所有的这些在周线上只是一笔，对吧？那么它这笔反弹，我们现在看也没有出现底分型，然后底下也是从这个MACD 也是开始交叉往上冲，但是呢，简单看的话，看这里3根2个小中枢了，小周期有2个小中枢了，那么我们也要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比较一下，今天也是顶到了0.5，但是呢，在
8月22号和今天这两个力度表达也可以，所以说你要有的话，可以稍微等一等，看它能不能再往上窜一窜到77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因为它的结构已经相对挺饱满了，有2个小中枢了，对吧？你小的这个机动仓打差价的那个，可以在这个附近，甚至是在这两个价格之间，74和77之间，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停顿，你要去小周期上去跟一下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先减一些，因为这是一个5的一个结束之后，它完全可以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再上，就是你要避开的就是这段回落。所以说，你说手里有的话，然后这个仓位还比较大的话，可以在这个位置想减一减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的仓位很小，你对这个的回落能够承受，你能够忍受，打个比方，它有个5%的回落，那你可以不动，因为它只要在200天和120天之上，它这两个均线，在这两个均线之上的话，你都可以不动，因为你的仓位比较小，这个磨损对你的小仓位来讲，可能是磨损的话不愿意承受那个磨损，就是比如说手续费啦之类的东西，不愿意承受它的话，那你就拿着也好，等它出现结构之后再上也可以。所以说这就是简单的这个策略，看你怎么选了。好的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还有几分钟时间，还可以再分析一个ARM。Shirley 朋友问这个 ARM 的话，大家应该现在比较熟悉它这个公司了。但是呢，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软银的持股太大了，造成这个公司的这个盘子变相的变小了，就是外面流通的这个票少了，那么就是它的波动相对的比较大，但是它的结构又非常简单，46.5，这是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，一个金属段，然后就开始在这里震，然后呢，这次回落还刚好，这个图形是我们之前画的，这中间这个虚线也是我们之前画的，就是这个中枢的中轨，看到没有？这次回落非常精确的踩到了中轨之上，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底分型，这笔的回落踩得非常精准，从168.31这笔回落，现在也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了，然后这个周线的 MACD 也在0轴以上，所以说这里如果说能够形成反转的话，看看有没有力度冲出去，对吧？现在已经震了多少次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已经震了7笔了，看能不能够冲出去。因为啊，在每次只要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结构之后，它每一次都可以冲出去。但是呢，你不知道的是哪一次，所以说你每一次回落之后，要去它的小周期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，开始跟踪它能不能够冲出去。一旦冲出去要走离开的话，那相当于走离开段了，对吧？走这个大中枢的离开段，那就厉害了。所以说现在是有这么潜在的一个可能性的，需要盯了。出现这种情况呢，你就需要盯了。那么如果说不盯的不够紧的话，有可能它开始启动之后，你才发现它，那你就不赶趟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是有了3笔之后，现在开始出现了这笔反弹，然后日线上我们看。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低点在这里127.03，当然了，日线上也是它踩到了这个2根比较重要的长期均线上，开始出现了反转。那么前面这里走了一个123段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抓得住，那就看你的这个水平了。那么我们的工具就是先测它的这个空间，当时是在139.27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它在这里你看纠结了很长时间。然后这里是快速跌破，但是又得到了均线的支撑，开始出现了逆转。那么就是这段的这个内部，它是有结构的，这是有进入段，然后这里又做了一个小中枢，然后下来的。所以说它在小周期上是出现了这种背驰段之后，结构饱满的一个出现反转。那么现在就看什么呢？现在这个反弹也够比了，现在这笔反弹也够比，然后这些结构在周线上是那个底分型，所以说它这个结构能不能够再去往上冲一冲？它现在是基本上每天一个小新高，所以你可以继续拿一拿，看它继续往上爬一爬，甚至是爬到这个前面2个高点连线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它甚至可以慢慢爬到这个位置，再转折回一次，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跟的就是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？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这个1小时上，现在1小时上应该没有明显的结构。1小时上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这里也有过一次。
1小时上这里可以有一个中枢，这有一个1小时的这么一个中枢，但是呢，30分钟也可以，你用30分钟也可以，这样也是一个这么一个同样的结构。然后现在开始走离开，对吧？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，看到这个200均线这里。那么你要如果说比较一下，我现在目测的话，也知道这个离开段现在是那个短的，它冲到151才跟前面的这个金融段是一致的，所以说它这个力度啊，后面的力度一定要有，对吧？如果说只是顶到了200均线的话，那就是只是0.5，那就说明有背驰了。那看它是不是要回来继续震，就在你现在可以盯着1小时上做就好了，盯着1小时这个周期就来回做短差，上去力度没有了，然后你就减一减，下来回不来还是小3买，我继续买回来继续上，然后拉回来了，那再继续找位置，是不是内部有结构了？我再买回来。但是呢，杀的比较深，直接杀破这个中枢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又跌穿了这几个均线，那有可能要任何一次反弹，我先减仓，因为它完全可以走反向。所以说，也就是说，日线上可以再回落一笔之后再上，比如说这里结束了，然后回落一笔，再看能不能够破坏掉前面的低点。破坏不掉的话是2买，可以这样走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是先盯着1小时。盯着1小时做就好了。那么，这个也不需要，因为如果说看1小时结构的话，你可能今天买了，明天才需要动，或者后天，就是2、3天才需要动一次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还有3分钟时间，我们可以再简单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吧。既然英伟达已经已经表演完了，那么它的结构我们之前是比较熟悉的，日线上这个结构，它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是一个第5笔或第5浪，对吧？虽然说我们看今天的最高点184.47，还没有突破前面的184.48，就是这个机构就比着画着线在这卖到了184.47，就没有突破前面这个。但是也不影响结构啊，1、2、3、4、5就是一个5嘛，或者说我们前面这个算成一笔回落的话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不管怎么样的话，都是一个尾浪，在浪形里面都是尾浪。说是尾浪，也不代表说啊这个5段结束之后就要暴跌，对吧？它完全是可以慢慢的给一笔回落，这里做一个中枢，然后继续往上爬。所以说对这种基本面没有大问题的，又是个那个板块龙头的，都是有回落要去做多的，而不是去做空它。你去做空它，那个费那个劲，还不如就买了。像这种，即使买了不去做差价的话，慢慢持有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所以说，一直强调是不要单纯的做短线，单纯做短线是非常累的。那么一定是在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之后，然后才看它的技术面，看一下这个图形上有没有机会做差价。如果说没有机会做，或者说这个时间和有能力不够的话，你可能买了之后拿着不动，都比你乱操作强。所以说，一定注意不要盲目的去，不要单纯的做短线，这是需要这个这个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练习的话也没有问题，就是想通过短周期的练习，拿1分钟的，我天天在这里，这也有空间的。如果说你这个做得好的话，也是有盈利的，但是这个是非常累的，对吧？有那个能力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说拿来练习也可以。如果说不是这种目的的话，你单纯做短线是非常非常累，你需要非常精准，那个要求的精确度太高了，而且需要盯盘，都是非常累的。就更好的、更适合大部分的人，就是从基本面选好了之后，慢慢的其实都可以定投，对吧？都不影响这个你的一个长期盈利，毕竟我们是想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获利。还有就是说，我刚才想说什么？就是说，一定是这个比价关系，基本面就是很多人喜欢买，就是市场不太关注的票，对吧？也可以，如果说你非常了解那个行业，了解那个公司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对大部分人来讲，其实就应该买所谓的大众情人，或者说市场上现在关注什么，你就应该买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它更容易形成共识，它的这个动能更强。它的也更活跃，这样的票是更容易涨的。
尤其是在牛市的这种环境下，它的这个虽然说现在集中度比较高，都在这些大的科技公司身上，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杀的比较快，但是它涨的时候也快啊。你会发现很多没有什么太好基本面的，它就趴在下面不动，因为没有资金关注它，没有资金进去。所以说，对我们大部分人没有那个深刻的能分析基本面的这个能力的，就做大众情人，就去买市场关注什么，现在什么最活跃我就去做什么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